Hello，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收看蔡小强新的一期的《DOTA 2系统介绍视频》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有搞头的英雄，比较难以操作的英雄啊，然后被称为新手噩梦的英雄是吧？水人啊，其实没有了，这个英雄没有那么夸张，或者说难以使用，只是说什么它的上限比较高，然后如果你一昧追求要发挥出这个英雄的上限的话，那这个英雄确实是比较容易暴毙的，大家懂的都懂是吧？但是呢，你们看完我这期视频，按照我的心法去玩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只要你别一昧追求他那个特别高的上限，按照一套稳如老狗的方法去打，水人依旧能够发挥出他85%到90%的威力，在路人局中随便杀，足够用了，这是真的是足够用了。所以说，水人他只要你打的方法对，心态好，他真的一点都不难，且容错相当之高。咱们今天通过这期视频啊，看一下水人这个英雄到底是怎么玩的啊。然后今天是这个亚托的水人啊，亚托的水人是吧？在第一视角，亚托的水人大家应该放心是吧？非常的凶狠啊。先来说下这个水人这个命石，他带的是这个涨潮敏捷啊，简单来说就是跟老版的水人没什么区别。就是你的这个变体攻击力量会把敌人往后推啊，打眩晕是吧？然后这个敏捷会就是给敌人一个高伤害啊，就是这么一个样子。然后变体精灵的主属性是敏捷，力量那个是变体精灵的主属性是力量啊，那个不是特别推荐，你打大哥的时候并不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命石啊。然后这个积少成多，反正就是说是这个他获得的属性。会半级获得一次属性，然后从天赋树上什么全属性获得会有100%的加成，这个不重要，这个你知道不知道，打起来的话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好，然后唯一注意的问题就是说，打好水人现在就开始了，打好水人的话，最重要的是要会用这两个技能，就是属性变换力量跟敏捷。记着，如果你们是正常的那个就是默认的技能的施法快捷键，就是 QWERDF， 那么 D 就是变敏捷，也就是把力量转成敏捷，就是转敏转输出啊，俗称 F 就是转力，也就俗称转血。也就是说，你被别人打了就摁 F 啊，想打别人了，或者说在安全的情况下刷钱摁 D 把它转成一个敏捷，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操作。然后注意转力量的时候不要点下去就不管了，因为它是持续的啊，注意是持续的。所以说，你看刚才他被那个赏金和蝙蝠打的时候呢，力量转是点击使用的注意我的这个形容的方法，你们脑补点击就是点一下，过一会儿再点一下，再过一会儿再点一下，再过一会儿，保证你每打我一下，我扣除的血量都可以靠我转力量的那段时间，怎么样把它弥补回来，一直让自己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血线，大概的思路就是这样的。然后呢，在跟敌人对拼完了之后呢，就会有另外一个操作。就是把自己的全部的敏捷，注意现在这个就是全部的力量啊，转成敏捷，那么你的血是不是就特别的少，对吧？然后呢，再把这个敏捷转回力量的时候呢，就会给你增加或者赠送就是赠送比较合理吧，赠送一定量的当前血上限和当前血量因为你家里就像现在看就像现在这样子是吧？他把它全部转成纯敏之后呢，你的力量是不是特别低？然后吃一口魔棒这个血砰一下就回起来了，这个回的特别的多。来人被他打了，就慢慢的点击力量看这个是吧？这点击点一会儿，过1秒钟关了，过1秒钟关了，点击力量的这个按钮，让它的血量一直保持在一个较为健康的状态。什么是较为健康呢？根据对方的等级和当前的技能等级来定。你就比如说蝙蝠加赏金，是不是一个没有什么太高爆发的一个技能？唯一赏金的爆发，无非也就是这个投掷飞镖嘛，对吧？100的伤害，你瞄一眼就行，100的伤害打到我身上75点所以说只要我保持150左右的血量，就死不了，就是这个意思。那么加个蝙蝠呢，我保持200左右的血量就死不了，就是有这个提前的思路，不要太贪就行了。你看他被打了，他就摁一下力量，看摁一下力量，摁一下，就是点击形式的，对吧？保证自己的血量一直在什么200左右，就是这个意思就行了所以说咱们知道了这一套操作之后呢，你就慢慢的知道这个水是该怎么玩。好，这时候就开始疯狂转力量，疯狂转，然后身上还有个魔棒，吃下去魔棒。刚才就是蝙蝠在追他的时候呢，他就用了这个力量打击把他推开了。好，现在开始疯狂的把那个现在开始转敏把血转没，你看这血上限转没有然后呢转成
好转成1力量，然后1力量之后吃树，然后慢慢的再把血量抬起来。这样的话，你看他比较贪啊，就是他在吃树的时候，由于你的血上限和当前血量特别的低，所以说你一颗吃树理论上来说是能把你的血量抬满的，在你的这个属性比较低的情况之下，慢慢回，然后还是那样的保持个300血就行。但是这个英雄是什么？根据你对线的英雄和他的技能和他的等级来决定你的当前血量的啊，这个可能对于新手来说比较复杂，那么你就保持个400-500就差不多了啊，就是被打了就抬一下，被打了抬一下就行了。当然了，你不知道也怎么办？你点它嘛，对吧？你点一下赏金，鼠标放到这儿看，100、170啊，行，它现在3级了，2级标就是170的魔法伤害，对吧？然后那我就保持170的以上的血，那么你一个标就秒不了我是吧？那你过来的时候，可能还有个疾风步隐身砍我2刀，那我保持在220左右，再加上蝙蝠是吧？一个燃油弹加上一个破油平 A 一下，能保持300，哎，行了，就这样的一个意思。你知道，如果你算不清的话，或者说你记不住，你就鼠标点一下对方的那个技能，大概有一个数值上的判断，就知道一个我应该保持什么样的一个极限血量了。还是那句话。怎么说回来了？刚才玩的什么？是不是玩极限的，对吧？就是玩上限的。你们要是觉得玩上限不稳，哎，容易死怎么办？亚托肉保持300，那是一个非常非常极限的一个血量。那我保持多少呢？哎，我保持450行不行？那是不是绝对不会死了？你有充足的反应时间，被打了摁一下力量，被打了摁一下力量，被打了摁一下力量，对不对？就行了。你看他这个血量是不是一直保持在300左右？亚托在跟他们打的时候，你做不到你就保持450左右，有充足的反应，你就不会暴毙。水人死全是贪死的啊！你就记住你强哥这句话，就是所有的水人暴毙全都是贪死的，没有说一个稳如老狗的水人能容易被杀的。稳如老狗的水人在团战之中非常的难死，且输出又高，又处理不掉啊，很厉害的。哎，你看对不对？就是我只要知道赏金的这个伤害的这个上限，我就死不了。赏金还不敢回头打他，为什么？因为你只要回头，我就摁一下力量；你回头，我就摁一下力量，你是不可能杀得掉我的。然后那个冰女这波刷，其实刚才对线对的很差劲的，对线的时候冰女连死了3次，对吧？冰女连死2-3次，其实对面有点肥。不过这一波的话是对面追深了，冰女等级低，复活的快，复活下来了，对面还跟水人在缠斗，然后让冰女拿了一波双杀。水人他的这些技能在释放的过程之中啊，都是可以同时运用的，就是他那个几乎都没有什么施法前摇的。就说，哎，等一会儿看一下这波土魔的 gank， 土魔6级，直接开大了啊！因为蝙蝠那个有魔棒，还血量还比较高，死不了。这是被沉默了，有点危险被沉默了是最可怕的。继续跟帕克对 A， 帕克也知道杀不掉他。然后帕克走了之后呢，全转纯民，然后再转纯力量啊，然后再转力量白嫖啊。你看这样的血量就抬起来了嘛，对不对？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玩法。然后装备的话，就是前期把属性堆满，就是大魔棒加什么双树枝、3树枝这样出门。然后呢，第一件假腿，由于水人前期没有什么回蓝的道具，或者回蓝的没有什么回蓝技能，然后这把好歹还有一个冰女还不错。你们自己在玩的时候，假腿一定要注意切啊。就是放技能的时候切智力腿，然后平常 A 人的时候放米野腿就行了，一定要注意这个，不然的话水人的蓝前期特别的不够用。现在水人都特别流行出祭品啊，特别流行出祭品，因为祭品的每一个属性除了没有那个就是3维是吧，剩下的这个加回魔，刚才说了水人特别需要回魔，然后吸血特别有用啊，因为你转成纯敏之后什么，你的攻击力巨高，对不对？你的攻击力巨高，攻速巨快，打野蹭，然后又有你的血上限很低，能理解吗？因为你转成纯敏的嘛，血上限很低，在巨高攻击、巨快攻速的情况下，配合吸血，一会儿血就满了。满了以后，你的这个你再去打野，打空了，或者说跟人打架打空了，转成纯敏去打野，然后那个血量又抬起来了啊，就是这么一个循环。所以说，祭品加的这个什么百分比吸血、百分比攻击力，为什么是百分比呢？因为它的敏捷特别的高，所以说基础就高，这个很能理解吧？比如说我转成纯敏之后，我的敏捷能达到200-300，哎，对吧？那我在那个如此之高的基础攻击力的情况下，它加了20%的这个18%的攻击的加成，那这个加成就相当的高了。因此，别人出的这个祭品感觉收益不高，但是放在水人这种属性怪物身上，是吧？它拥有超级高的基础敏捷、基础攻击力，它这个攻击加的这个吸血跟百分比的攻击力就收益巨高啊，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概念。所以祭品又回魔又吸血是水人最好的一个续航装了啊，且能在中后期开始源源不断的给他提供更高的攻击力。哎，蝙蝠开火了，然后把他推走，哎就行了。
所以说，哎，这边感觉不对劲，一个燃油弹炸到了，这个没有炸到的话，他就不跑了。他要是炸到的话，容易被蝙蝠粘上，然后直接是非常冷静的原地 TP 了。好，打野的时候前期没有吸血面具，血量就是比较低啊。咱们就说有吸血面具是一直都是满血，没有吸血面具的时候就是血量比较低。你打完一组也需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把那个血量转成纯敏，再转成力量，嫖一段血，然后用嫖的这段血再去打下组野，下组野打完了再嫖一次，哎，就这样打循环。你看现在他的这个力量只有21点，对吧？500滴血，然后你可以把这个转的稍微低一点，因为现在毕竟没有人抓你嘛，队友打他们的，然后你自己刷自己的野。由于现在身上没有 TP 了，亚头打得非常非常的稳，对吧？身上没有 TP。就他不想跟蝙蝠对线，容易被蝙蝠单杀，且蝙蝠现在应该到6了吧？啊，蝙蝠到6了。如果你的波浪形态拨过去以后，就像刚才一样，你用了波浪形态，被他燃油弹炸回来了，这个时候你就算转力量，可能也转不上来。然后这个蝙蝠可能会一个大招配合他的队友就把你击杀了啊。所以说他很稳的，就是在队友给的信息不足的情况下，或者说兵女不在的情况下，就直接自己打野了，不跟蝙蝠玩，他自己玩自己的吧。然后加点的话，大家注意，满级的波浪形态是为了打钱的，对吧？就是因为这个300的 AoE 12秒。不然的话，它只能一个 A， 然后这个属性变换加2级啊，2级就够用了。因为再高的话，前期没有意义，因为前期水人还是以刷钱为主，还是以刷钱为主。你又不可能说我前期主属性我到处去打架了，那是我是大哥水人，我不可能说四处跟队友去打架的，我还是以刷钱为第一要素的啊。咱们先快进一下，打坏了。然后就是这个加满，这个加2级，因为1级的属性变化还是有点慢，就是你打第一个点儿，打第2个点儿是之前嫖血嫖的太慢了，着急是吧？加2点就非常够用了，2点非常够用。然后这个不变体打击，最后再把这个属性变换点满就 OK 了。然后继续，刚才咱们说有一个话题没说完，就是说那个水人在放技能的时候，几个技能之间是可以来回就同时作用的。就比如说，你可以在波浪形态播的过程之中用变体打击，哎，而且播的过程中它是无敌的啊，就是你可以用它来躲技能。就比如像什么斯温的锤 VS 的锤，举个例子，他在锤你的时候，你可以迎着那个锤，哎，那个去播，这样的话就可以稳稳的躲掉那个技能了。好，这边是推回来一个蝙蝠啊，水人波浪形态收掉。好，有了祭品之后，水人的这个续航就得到了一个充足的保证了，它基本上没有什么缺的了。你就是如果缺蓝的话，就是刚才说的，注意不停的切假腿就行了，放敏捷那个智力腿放技能。好，撒了把粉过来继续追，想送野啊，被大圣一棒子精准收掉。然后咱们再来说这个变换的形态这个大招啊，很多人新手觉得这个是他用不好的原因，你把它当拉比克打不就行了吗？拉比克敢不敢用？没有人说，我不敢用拉比克，拉比克也都是高手用的，用不好。哎，偷技能谁不会啊？水人也是一样啊，你别把水人想的那么复杂，你就想着我是拉比克，我偷过来了，拉比克偷一个，我是。高级拉比克对吧？我偷3个技能，是不是？我能偷他的3个，那这不就完事儿了吗？你把它当成那个拉比克使就行了。然后，并且呢，你这个波浪形态是可以跟这个变形同时用的，就刚才说的几个技能之间可以同时作用。就比如说这一局对面有个 Park， 我可以怎么玩呢？我离 Park 比较远，是吧？我可以波浪形态在播的过程中就偷 Park， 然后就再摁一下 R， 不是它就是变成 Park 了吗？再摁个 Q 就放波了，然后再摁个 E 就那个相位转移了。也就是这个什么波浪形态加变形偷 Park 变 Park 放1技能那个幻象法球，哎，就这个你在准备偷人之前呢，先提前想好。如果没有任何的想法，就是闷头打钱，团战的时候仓促应战，必然是反应不过来的。但是呢，你提前想好了，我在团战的时候偷谁的收益高啊，再去打团战，那么你就不会慌乱了啊。哎，这边想转属性，用一边，差了一点，这个赏金出手感觉稍微有点急了。刚才亚头其实已经在转属性了，对吧？已经在转敏捷了。他要是再晚个0.12秒，感觉真的就是那种感觉，晚个0.12秒，亚头就要暴毙了。好，这时候他身上挂着标记，亚头应该知道，撒雷达了。你看这个雷达撒太细了，这个雷达就是他在猜对方赏金是否在他身边，所以说撒了把雷达。然后现在确定没有的时候，他才会这么疯狂的去转敏捷转力量。如果当时赏金在他身边的话，他就不转了，
对吧？赏金能打多少血，咱们也心里也是有概念的，对吧？一刀暴击3级标240啊，加起来撑死给你500血，对吧？我转个550到600，对吧？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我就用550到600的血我去打野，我就不动。这么一来，赏金绝对秒不了我，因为我看雷达看见周围有红点。如果赏金不在的话，我就可以转坨大的，是吧？然后那个把血吸满。因为他前期并没有太多的说是想通过大招去打架，所以说是直接没有学大。11级的时候，大家看见11级的时候才点的大招啊，这个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并不是说我要参战去打架的，你打野带线推塔，大招毫无用处，是不是？然后咱们说水人在偷技能的时候，一切以有位移能力的英雄为主，看。他偷的是帕克，对吧？一切以偷有能力的位移能力的英雄为主。这样的话，水人的波加上一个有位移能力的英雄的2段波，这么一来的话，就可以达成一个团战，各种跳跃，各种追击，能把水人的这个机动性发挥到极致。因为水人本来输出就非常的高，如果你那个就怕打不到人嘛，但是有了一个有位移的英雄，就比如像什么刚才说土猫啊、帕克呀。女王啊、迪法呀，类似的这种啊，你就变他们就行了，然后配合你的波浪形态，就可以随便追人。好，然后被凤凰的这个小鸟烫死了。好，吃了一口魔棒。赏金在旁边，300滴血有可能死啊！哇，这个反应看，这他反应太快了，这他反应太快了，就是。大家尽量的不要这么做啊！就是如果你确定了你在这个位置杀人的话，杀完一个人了就把血量转起来，没有必要像他刚才那样子，就是杀完一个人了，且你猜周围是有敌人的，你还保持个400-500血想秀对面。对于新手来说，千万不要说我要秀对面用水人，一旦你有了这个想法，你离暴毙就不远了。啊，就是求稳，杀完一个人我就转1200，你对就是我杀完一个人我就转1200。你爱咋地咋地，你反正秒不了我，对吧？你要秒不了我了，我追你的时候，我甚至可以什么再转点敏捷，你打我了，我再摁几下力量啊，一定要有这种心态啊。好，然后咱说这个版本水人更好用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魔晶啊，魔晶看一下这个写的是什么？有了魔晶之后，变体精灵可以在眩晕状态下依旧可以转属性，而且降低转属性的魔法消耗，这个就非常厉害了，这极大的增加了容错。因此呢。对面有一些先手控制啊，什么比如说猛犸，哎，扭头大是吧？把我要拱回去是吧？就各种那种有先手无解眩晕，什么沙王跳出猛犸扭头大，这种根本正常人反应不过来的情况下，那怎么办？水人是不是容易暴毙？那我买一个魔晶，哎，我买个魔晶挂在身上，对吧？我就花1400块钱买了一个团战，绝对不会死，因为这个时候你开 BKB 也开不出来的，对吧？你就说我水人开 BKB 没用的，你这扭头大你反应不过来的，然后或者说沙王跳出你反应不过来，那就买个魔晶。于是乎有了魔晶之后，对方先手是永远先手不到我的，这个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所以说，在有了刚才的几个心法，是吧？第一就是说不要随便的把自己的属性转得那么低啊。第二呢，被打几下摁几下力量，被打几下摁几下力量，有点像切臂章的那种感觉啊。被打了我就切一下，被打了切一下，这个是被打了我就摁一下力量，保持血量一个健康的状态。第三呢，对方有先手强力控，我就走魔晶。有了魔晶之后呢，对方无论开不开我，他都打不死我，因为我一旦被开了，我就疯狂转力量啊。然后呢，我拉扯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我再转敏捷，是吧？然后转回来，第二次切入战场啊，就是这么一个思路。然后咱们看的啊是看亚头肉，听强哥的啊，就因为像亚头 AME 这种世界顶级的水人玩家，他们都会追求极限，就是你玩水人无法避免这个情况的。你体会到了他的这个纯敏的快感之后，你就永远都想极限的去压榨水人的这个输出能力啊，然后你就容易暴毙啊，只要你别这样子做就行了。好，然后先是祭品完了以后走分身斧，因为对面有双沉默，就水人什么都不怕，就怕沉默。就刚才说了，因为你一旦被沉默，你是转不了属性的，甚至就说你被那个晕了，对吧？你都不怕，就刚才说我被晕了，我有魔晶啊。我魔晶可以继续转呀，但是你被沉默了，这是技能，对吧？转属性是技能，然后呢，它是用不了的，因为你被沉默，不能用技能，就这么简单。所以说，分身在对方有双沉默或者多沉默的情况下，是一定要选的，必选的一个道具。好，分身，然后那个他先点了看什么？水晶剑是走那个绝刃啊，是吧？然后再点那个 BKB 出不出看情况 ，BKB 出不出看情况。BKB 就是怕对方是2段沉默，就比如说对方商量好了，那个什么帕克先跳波，然后跳沉默，水人被迫的把分身斧一开，这个时候小黑远处扑我一个狂风沉默住了，
然后他就死了啊，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出 BKB 就双保险，看他出不出了啊，因为一般来说特别追求极限的人，他可能还真就不出了。赏金没有必要变啊，变赏金意义不大啊，因为赏金没有，因为你水人变的英雄是没有大招的，你变了赏金没有追踪术，你变它干嘛？一定就说最好就是变帕克。好，这波追着 A， 你看他这波其实打的已经很谨慎了，1800的血，1800的血，且这波有分身斧了，非常的强势啊。好，这波打完了，15比25，虽然说经济领先的不多，3000，哎，但是水人的最困难的前期度过去了，啊，水人的前期是最困难的19分钟，对吧？然后一直其实在以刷钱为主，因为他打架的话太容易暴毙了，你自己装备不好，水人是个大后期嘛，你前期属性低，你转的能可操作的空间就低嘛，因为你属性太低了，你能转的力量就低，是吧？你可操作空间低。第二，你没有分身斧，对面双沉默，太容易暴毙了。比如他经过前期的一些打钱啊，现在的有了分身斧之后啊，然后等级也起来了，这个就非常厉害了。看这波蝙蝠拉能不能把他秒了，然后开始疯狂转属性啊，转全了 ，OK 好，然后现在他只要身上没有挂着赏金标记，他可以把那个敏捷转多一点，然后过来打野啊，打野。对，几下这个血量抬起来。你看这个，就刚才说的，他因为他攻击太高了，血量上限又低，回血特别明显，对吧？就是这个祭品的好处。然后那个水晶剑不要那个大炮和绝刃的话，前期打架还是绝刃厉害，因为他这个变体打击配合那个绝刃那一发水炮，哇，巨疼啊，真的是巨疼，能把酱油血给他打出来，一炮打过去，酱油半血就没了，然后过去随便平 A 2下就行。啊，然后拿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道具，这个灵眼长弓啊，水人的基础攻击距离是比较近的，基础攻击距离只有350啊，350是不合格的啊。大部分的正常的远程英雄，比如说好一点的就是600，对吧？然后这是非常比较正常的600，他350太近了。所以你看也很多那个水人他喜欢出个大推推之类的，也就是第一是为了那个有一个生存保证，第二的话就是有一个那个弓啊，龙龙枪能够增加自己的攻击距离。有土猫在的话，这种超强的追击英雄啊，小黑残血肯定是跑不掉的。哎，这边大圣是跳树看见了一个毒狗。你像这一局，咱们继续说啊，这一局他其他的能变的英雄都不多，蝙蝠没有什么意义，小黑没有什么意义，是吧？赏金没有什么意义，毒狗有可能有那么一点点意义吧，就是说可能能救一手队友，但是啊，一般来说也变不到，因为毒狗一般来说都是站得很后排的，这个变又不是全屏变，它是有一个变化距离的嘛，你看这个变化距离，对吧？就说这局90%啊都是变帕克的就行了。然后咱们就刚才说有位移变位移，没位移变什么变控制啊，就记住我这句话就行了，有位移变位移，没位移变控制啊。然后像什么小牛、斯温啊这种英雄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一局的话就变帕克就行，帕克交了个大招，开始疯狂转力量，吃满了伤害，队友伤啊，对吧？你打水人现在这个只要你沉默不住他，然后呢你去秒他，他开始疯狂转力量的时候，一切都晚了，对吧？就真的就是毁灭性的。你看着一个水人的血量，你们疯狂在打，然后他的血量哗哗的往上涨，这多绝望啊，是吧？啊，不过对面的拉扯还是很强的啊，对面拉扯很强，然后双方就互换了一个酱油。现在是2级的这个转属性，其实转的速度还是稍微有点慢的。哦，对，说到这儿了，我突然想起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很多人打水人就觉得要出冰眼，要出西瓦，然后出大骨灰等道具来限制它的这个转属性，这个是一个老版本的思维了。现在就是经过几个版本的改动之后呢，水人的这个就是他把水人的这个转属性已经和过去的治疗分开了。啊，现在这个不是治疗，是单纯的属性变换，它不是治疗，所以说冰眼和那个大骨灰的这个或者西瓦的这个降低敌方治疗量的这个debuff 是对水人的转属性不影响的，哎，所以说水人可以随便转，它的转属性的效果是一样的。
我应该没说错吧？我记得是这样的，就是它已经跟这个转属性跟这个治疗已经分开了，所以说不会受到骨灰盒跟那个冰眼的降治疗影响。所以说它这个有了魔晶之后，你再不怕控，它是非常非常肉的，且很难死的，真的很难死。好，给了大圣一个魔晶。下一件的话，水晶剑先挂身上，先走绝刃啊，绝刃走完了以后 ，BKB。然后他又点了一个什么？点了一个强袭哦。为什么点强袭呢？有没有人知道？对吧？这个有奖问答。有强袭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一局的话，对面有个小黑啊。小黑的这个破甲剑是专打水人的，就是他这破甲剑是无视对方的防御，而水人是全 DOTA 2护甲最高的英雄，对吧？真的是你看他这个装备，绝刃它加了8属性，然后这个呢是加26米。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这个加2甲，它的基础护甲达到了38点，配合4点的这个绿字甲，达到了42点甲。它的护甲可以说是全DOTA最高的，它现在还没有更后续的装备了，后续装备随便更一更，什么蝴蝶啊之类的东西一更，就是5、60点甲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或者说它更一些属性，再转一些多米。这个时候呢，小黑的破甲剑打它是无视护甲的。你100点甲，我打你也是无视护甲0甲，对吧？所以说水人这局出强袭是为了撑绿字护甲来应对小黑的破甲剑啊，大家明白了吧？这就是说咱们玩这个游戏每一局都要说啊，要读对方的阵容，对不对？要读对方的阵容，要根据对方的阵容来灵活调整自己的装备啊。咱们听你强哥讲一讲，哎，再看这些高手打一打，哎，然后结合起来是吧？自己去玩的时候思想就会清晰很多啊。看他出不出这个 BKB 了，因为 BKB 这个道具对于亚豆他们这种特别自信的高手来说，有的时候觉得我死不了了，我就不出了。当然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打盾，就是现在身上有盾嘛，对吧？有了盾之后呢，他觉得下一波带盾依旧死不了，所以说他可能把这个 BKB 怎么后延，就是本来他预计的是，如果我没有这个盾啊，这个思想很重要。如果没有这个盾且优势，我们还要去找地方打，那可能就要掏出 BKB 了。但现在有盾，4分钟。那么我可以利用这4分钟什么？我先掏一个本来是计划在 BKB 后一件出的道具，就像这个强袭，我先出强袭，对吧？然后呢，我等盾掉了，我再刷个 BKB 打下一波，也可以的啊，也可以的。啊，这时候水人带盾，他还是买了迷银锤，那应该还是想出 BKB，好稳呐，他要赢啊，看出来了，这个亚头这么出装备就是要赢了。啊，由于他有这个祭品吸血特别的快，好，然后再配合一个再配，哎，等一会儿，这会儿被毒狗关了以后，毒狗打他还是很疼的，因为这个毒狗的这个关的这个幻象产出来的攻击力是非常高的。咱们来看一下这个毒狗关了以后是30%、40%、50%，只不过它这个等级比较低啊，比较低。两个的话就是2个50%是吧？他打的水人基础属性高，那一关那个幻象就 A 人剧痛啊，所以说水人也不愿意顶着那个自己的幻象来拆塔啊，真的是有点小扛不住。然后自己的血量被耗的比较残了，就刚才说的，然后来到野地把自己的那个敏捷转高一点啊，然后 AA 兵是吧，血量就满了。通过这种来回白嫖的手段，你去可以无限耗高地啊。因为水人他本来就不好杀，再带个盾啊，然后对面也不太想去动他，就只能通过硬耗带线的这种方式啊，想把游戏的时间往后拖一拖。然后亚特尔也非常稳，应该不给机会了。他这波回来就是觉得刚才有机会死，就是掉盾站起来再死，有这个机会，或者有这个可能。于是乎，他直接回来带线，想通过清一波线，再通过打野，直接把 BKB 挂在身上，再来打最后一波。哎，这波不过对方先动手了，拉到一个莲花身上，这个反应好快呀！好，先切了毒狗，直接变蛋。这边过来找小黑，他是变成了小黑，然后给了一个狂风。其实这个狂风给不给都无所谓，就是说这个小黑是无奈之举，因为他第一时间找不到帕克啊，他第一时间没有找到帕克，他是变了小黑，但是变小黑说实话是没啥意义的。那个你变不变小黑，给不给那个狂风土猫都能撞到他。好，这波是一波非常强势的前突进的，然后杀掉了小黑42秒，然后毒狗跟赏金虽然说等级低，但是复活了也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这个盾还在。就是这个第一个盾水人带了之后呢，是又有 BKB 加分身斧，对方知道这是一个无法处理的水人，就只能放了，因为你硬打会团灭的，对吧？只能放了，小黑也不买。就这波打完以后应该能破2路，打得好，应该能破2路。啊，这水人真强啊！真的是
亚托的水人真强。蝙蝠过来可能是想骗个分身斧，我感觉他应该是这么一个想法，他可能想过来骗一个分身斧啊，然后呢利用分身斧一骗，等小黑复活的这个 timing， 然后配合帕克把他杀一次，但是没有意义啊，因为他身上的这个盾还在，一切都是没有意义的。就是咱们说的，水人是一个高上限的英雄，但是如果你不愿意，对吧？就是不是愿意，就是如果你愿意放弃一些上限，稳稳的打水人就很强。你像现在这一局，对吧？真的是很强很强。因为只要你会转力量，对吧？对方打你的一个沉默，你分身符一开，力量一转，对方打不死你，往后一拉扯，队友上，完事儿了。好，然后现在30秒有这个30秒掉盾，盾掉了以后，他其实理论上来说应该是想把强袭打出来，下一波是带着盾，然后带着强袭去接团的。土猫离得稍微有点远，这波还被上了标记，直接往上走，哇，好嚣张啊！这边一个关，一个沉默，然后被拨走，因为在拨的过程中是无敌的，他是可以躲一些技能的。平常这个强袭可以不用出啊，平常的话你就可以出蝴蝶，但是打小黑的话，蝴蝶又不好用，哎，为什么呢？因为小黑有那个魔晶冰川，哎，对吧？就这个东西，魔晶冰川它是可以，就是有那个克敌机先的嘛。然后所以说他出了蝴蝶了，小黑出魔晶冰川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所以说不会出蝴蝶。有人说出蝴蝶打小黑不一样，不一样。啊，过来是直接一个波浪形态加这个变体攻击啊，就是2连是吧？然后直接是把蝙蝠秒了。好，再拨过来，切掉毒狗。啊，还是变了 Park 嘛，就是说有位移变位移，没位移变控制啊！记住我这句话。然后提前想好你的操作的 combo， 就是你在没事打野打钱的时候，你是不是挺无聊的那段时间，对吧？你就提前想好，就像刚才说的那样。拨过去变 Park， 然后变成 Park 之后摁1技能方向法球，对吧？然后给沉默接3技能那个相位转移，再转成水人，再去打他。哎，你把这套想好了，再去操作就不会手忙脚乱。很多新手都觉得水人难打或者手忙脚乱操作起来，那是因为你在变之前甚至都没有想好我要变谁，对吧？变了之后该怎么操作都没想好，那自然会手忙脚乱。野兔发狂了，这时候用自己的命啊，强拆了3楼高地啊！这波打完3楼高地都被拆了，31分钟游戏结束啊！这个水人只要你有了装备啊，只要你操作得当啊，想死真的是很难的啊！水人都是浪死的，暴毙活该是吧？好，然后回家之后强袭也好了，这时候他。强袭由于他自己自带有一个那个5甲的那个，就是它都是绿字甲嘛，5甲的光环跟10甲的这个绿字，所以说15甲的绿字，再配合这个2点的护甲，所以它的这个有17甲的这么一个绿字的这么一个护甲，17甲扛那个小黑的破甲剑就能扛得住了啊！你虽然说还是痛啊，小黑打人只有痛和特别痛之分，但是水人就能扛得住了，不然的话可能万一吃个控制，可能暴毙了就。而且这一局对面的怎么说呢？对面的硬控先手硬控不是特别的多，且蝙蝠的话，对，我记得是有莲花的，哎，对，凤凰有莲花。那么就是打团的时候，他们肯定都商量过嘛，就是说那个如果蝙蝠没有交大的情况之下，凤凰就无脑把莲花套给要滚进场的人，或者说那个拆塔的人。水人拆塔，我就无脑给水人放莲花就行了，蝙蝠又拉不到他，所以说他这一局并不是特别的迫切需要那个魔晶来给自己创造一个被控也能转属性的这么一个条件，不需要啊。还是那句话，就是你们打游戏想要出装正确，要能每一局 carry， 那一定要学会读阵容这个好习惯。在游戏前期选出阵容的时候，就进行一番自我的思考，然后就说我害怕谁，不害怕谁。对方什么技能克制我该怎么样处理，该怎么样解，哎，各种东西先想好，然后再去打的话，哎，整场比赛思路就非常清晰了，对吧？
好，然后把3路线稍微带一带，他不会还想等盾吧？你没有必要这么稳吧？丫头，你是有多想赢啊？这么稳的吗？其实这个水人现在 BKB 加强袭加分身符啊，就是已经处理不了了，真的是已经处理不了了。看看他的加天赋，天赋的话，波浪形态距离基本上都是加这个的，这个是没有什么变化的。15敏捷，16秒变化持续时间，除非是什么对面就是说有一个特别强的英雄，就比如像土猫，哎，就比如说对面有个土猫在，而对面的整个阵容机动性比较好，比如说中单，他们中单是一个什么土猫1号位是一个敌法，我只是举个例子啊，3号位是伐木机这种拉扯很强，那我需要不停追击的，那么你可以加右侧的这个就是变换16秒持续时间，我变对方一个土猫团战的时候，我疯狂追。哎，是可以的。然后像这一局并不需要什么那么高强度的追击拉扯，那么你就加15敏捷，是吧？然后这个25级加这个波浪形态攻击伤害，并可以施加攻击特效，就是你播的时候附加平 A， 哎，就这么理解就行了。播的时候附加平 A， 很厉害啊。25级的话，波浪形态冷却，和35力量，这个怎么说呢？波浪形态冷却它减40%。可以让你的机动性变得特别的强。如果再配合帕克啊，你2个来回切，先水人拨过去，变帕克再飞，然后再切回水人又可以拨，再变成帕克又可以拨，它就是无限追击、无限打。但是这个的话，就是说是在优势局打追击的，就是打拉扯的时候非常的强。然后如果是那种要刚正面的话，那当然加35力量啊，可能会变得非常的好。我真要等盾呀！不是，这也太稳了吧，太稳了，丫头，你这稳如老狗，真不想输啊！好，然后还放了一个分身符，看盾的时间。真的是稳如老狗。我觉得他本来甚至是说，当时就有感觉就是不出 BKB 啊，可能都死不了，因为队友凤凰还有个莲花，大家想是吧？莲花也能解一次沉默嘛，他是有一次驱散的，莲花也能解一次沉默。然后呢，如果他不出这个 BKB 的话，换个冰眼之类的道具啊，也是完全 OK 的啊。然后这局特别稳，出了分身符还要出 BKB 还要带盾啊！因为水人这个英雄的输出拥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就是他自己的这个属性太强了，是吧？300的这个敏捷，你看他这个基础攻击力307加129，对吧？430、440的攻击力，再配合绝刃的这个暴击，然后他自己的平 A 攻速又那么快，所以说他只要保持住生存跟属性，其实属性就是输出，对吧？因为我可以转嘛，属性就是输出，然后保持生存，他就可以一直站着 A。他又补了个大引刀，啊，是让鸟把那个祭品给拖走的。哎，那个叫什么来着？战旗啊，战旗大哥不知道有战旗的存在，是吧？大哥从来不插旗。我觉得还是得有一个祭品的，就是祭品的话，或者说是撒旦啊，这种东西真的是得有的，不然的话，水人他就不太具备2次切入的能力了，因为你第一波，比如说你扛完伤害，对吧？或者说是，这边水人是冰女士给他喂了一个超级大莲花啊，应该是喂了一个超级大莲花。是他想骑士剑是吧？也行吧，也行吧。他应该是看见那个3级物品里面有个骑士剑了，就直接是把那个祭品拖走了，然后换成个骑士剑。你看他有多贪是吧？先是用忍者足具啊，然后呢先打第一波，打完了以后呢，第二波拉扯的时候把这个拉上来，应该是这么一个意思，拉上来然后去打野，然后打完野之后第二波再进场。如果自己的状态满就不用这么操作了。好，凤凰变个蛋，看谁敢打蛋，谁敢打蛋我打谁啊！好，然后盾掉了，他没有开 BKB 啊，他是想等这个站起来之后再开 BKB。好 ，BKB 一开，你看他凤凰当时第一时间也是给他上了那个莲花了，其实就是说，如果是双沉默的话，自己分身符解一个凤凰不死，二莲花是没有问题的，只能说明亚透这一局就是一定要赢，就已经抱定心态了，一定要赢，不给对面任何的机会啊，稳扎稳打。
其实大家就可以学这么打，就是你打这么稳的水人是很难死的，对不对？就说你看完了你就知道水人没有那么多花哨的操作，这局有花哨的操作吗？没有，也不用秀，稳扎稳打就非常非常厉害了。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